大家好，我是 Younger。2025年刚刚过完一季度，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又开始让人心跳加速。Keppel 从全球机构手中拿下20亿新元，准备大干一场。达士林、巴西班让、女皇镇的主屋不断突破100万大关，地铁沿线的私宅动辄2-3千每平方英尺，让刚需根本不敢看房。所以问题来了，现在还值得买房吗？房价天花板到底到哪了？今天这条视频，我们将从 Keppel 的资本动作、主屋价格爆发、供应紧张和政策走势4个角度，为你完整解析2025年新加坡房地产市场的走向。Keppel 20亿新元背后，资本正下注新加坡房产。就在4月底， Keppel 集团宣布，从全球多家机构投资者那里获得了将近20亿新元，约合15.3亿美元的资金承诺。这些钱不是投在传统写字楼，也不是住宅，而是投向3个官方向：数据中心、教育资产、可持续城市更新。为什么？因为在 AI 狂潮、气候变迁、城市化与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，这些资产不仅抗周期，而且极度稀缺。资本发现了新加坡的核心优势：政治稳定、法律完备、基础设施超前，还有对科技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拥抱。Keppel 作为本地顶级资产管理平台，通过这波大规模融资，基本宣告了一件事：全球资本正在押注新加坡城市资产。问题是，这些资本的进入会不会推高本地房价，进一步挤压刚需生存空间？我们来看主屋市场的惊人现象：100万主屋全面爆发，房价天花板已碎。进入2025年，100万主屋已不是稀有现象，而是常态升级。达士林、红山、巴西班让、碧山、女皇镇等这些地区的主屋转售价已经全面破100万。一套原本属于平民公共住房的单位，现在正在以私宅价格交易。更夸张的是，有的5房式单位一挂牌就有10组买家抢着加价。这到底是正常的市场反应，还是某种被扭曲的繁荣？一方面，这是地段稀缺加屋龄年轻加靠近 MRT，再加上租金高的综合作用。另一方面，这也是私宅价格高烧不退、刚需下沉的结果。然而最大的问题是，连主屋都破100万，那谁还敢结婚、生娃、搬出去？房子从生存型消费变成了财富筛选器，这对整个社会的阶层稳定、年轻人的生育意愿都是警讯。我们来看更深层的结构问题：供应紧缩、土地高价、房价有根基支撑。房价为什么居高不下？我们必须从2个结构性真相说起。第一，供应持续紧张。根据 HDB 与 URA 的数据，尽管政府积极推出 Build 与 GLS 计划，但实际交房量仍跟不上疫情后的积压与人口反弹。第二，土地成本只升不降。无论是 Build 底价还是私宅地段标售，近年来的新加坡地块价格已被市场普遍预期为只涨不跌。举个例子，2024年底的 Clementi Avenue 一私宅地标售价每平方英尺已达1381新元，比3年前高出近 30%。 有这么高的地价，开发商不涨价是不可能的。这些基本面告诉我们，新加坡房价并不是泡沫，而是有基础的慢性上行。但房价不是一直涨不跌，政府的下一步调控才是真正的变量。政府何时出手？限购、限贷、主屋转售政策可能怎么变？面对房价高涨，政府会出手吗？当然会，只是怎么出和什么时候出的问题。首先是限贷调整。当前 TDSR 总偿债率线自认维持在 55%， 但若利率持续高位不退，不排除政府进一步收紧。第二是主屋转售限制升级。 HDB 已暗示未来将对黄金地段主屋设立更严格的转售门槛与出租限制，防止主屋私宅化。第三是进一步增加 Build 供给加定向降价，尤其在成熟市镇推出更多3房单位，保障年轻家庭。你可能会问，这些调控能让房价降下来吗？其实新加坡政府的目标从来不是让房价跌，而是稳住结构，守住基本盘。但资本和年轻人能否等得起，就是另一回事了。Keppel 拿下20亿新元，背后是全球资本对新加坡城市资产的投票。主屋突破100万，背后是年轻人焦虑的沉默呐喊。而房价结构性上涨与调控博弈，
背后是一个新加坡对未来的选择。你怎么看？你觉得现在的新加坡房地产市场是危中有机还是高处不胜寒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也别忘了订阅频道，我们将持续带来第一手的新加坡房产经济政策深度解析。我是 Younger， 我们下期见。